好，大家好，我是这个 RightHertz 的 Fitter， 好，而且是这边的负责人。这样，那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选择一张适合我们的坐垫这样子。好，因为坐垫其实对骑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一个骨盆的模型。好，那其实呢，我们选坐垫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只是用坐垫间接的去了解说我们的骨盆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好，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骨盆。好，那骨盆的这边是坐骨，好，然后这上面是耻骨。OK， 那基本上这个坐骨的宽度啊，女生的这个坐骨的宽度会比较宽一点点，然后男生的会比较窄一点。好，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角度，这个叫耻骨的下角。那耻骨的下角的话，通常女生的角度会比较大，好，也就是说这个你会觉得这个 V 型会比较低一点点，好，男生的这个耻骨的下角会比较高一点点，好 ，OK， 好，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差异，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就是说当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骑车的时候，好，我们的骑姿其实就是会要配合这个骨盆的角度。好，如果我们今天是骑一个 U-Bike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坐得很直，好，我们身体会坐得非常的直。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U-Bike 的后面啊，它这个垫子其实要很宽，好，因为你主要是坐在这个前面。好 ，OK， 那今天我们现在要来骑公路车的话，公路车我们要怎么骑？好，我们会比较往前倾一点点。好 ，OK， 好，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条线，好，这边这条线是我们真正我们的坐骨会做到的地方。好，这个线的宽度大概是7公分左右。好 ，OK， 所以当我们这样骨盆前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好，就是这个位置，我们骨盆的宽度要跟这个坐垫的这个位置要非常的契合，我们才会觉得好坐。如果你坐到一张椅垫，好，它太窄的话，你会变成说你这边没有支撑力，会导致前端的压力很大。好，或者是你坐到一个太宽的椅垫的话，你会觉得后面会被卡住这样子。好，而且重点是，坊间有一些测试坐垫的，他会叫你坐得直直的这个状况下来去测试坐垫。OK， 这个是一个方法没有错，但是它其实有一点简略，因为坐垫跟这个骨盆其实要配合我们的骑姿。好，比如说你今天要找一个公路车的角度，就必须要在一个适合的角度，它坐骨的角度跟坐垫的角度才可以对应。OK，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其实我们会先去用不一样的坐垫，好，就是说我们的坐垫宽度，先用不一样的坐垫宽度来试试看，我们是不是适合窄的还是宽的。好，就是也是间接来去测试说你的骨盆的形态这样子。好 ，OK， 好看，好。好，那现在我们会请那个一拳先上来试试看。好，那这一张坐垫呢，它基本上它是比较窄的一个坐垫。好，我们先请一拳上来试试看。好，看它在这个坐垫上面是不是会觉得适合，或者是觉得哪里会压力很大。好，我们在测试坐垫的时候啊，第一个其实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一拳你现在这个姿势是不是跟你原来骑车姿势算是蛮接近的？差不多哈，好 ，OK， 这个角度很重要哈，因为你先坐在这边来，对，好，因为我们要在正确的角度下去测试那个坐垫，好，那个才有意义哈。那如果你是铁车的话，肯定会更怕，所以铁车有铁车的角度，公路车有公路车的角度，好，所以用这个要在正确的角度下去测试那个坐垫，这样才会准，好 ，OK， 然后现在我们这张是比较窄的坐垫，好，一拳你觉得，这张坐垫坐起来？那个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大腿的前端。对啊。对。好 ，OK。那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哈。那基本上，我现在可能要关掉，因为它会收音。好。一张好的坐垫啊，你坐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你会觉得是整个是比较分散的，好，就是压力是分散的，你不会有特殊一个点或2个点
哦，或是特定区域压力很大。哦，一张越好的坐垫，第一个你坐上去觉得可以支撑 ，OK， 然后就是它的压力是分散的。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骨盆啊，好，如果越好的坐垫，它会让你坐得越稳，它比较不会晃来晃去。好 ，OK， 好，那一拳你觉得这张椅子前面会让你不舒服，对不对？就是中间。对啊，那个两个硬硬的，就是你刚才那个。好 ，OK， 好了，你直接下来，我们换宽一点的试试看。好，这张是比较宽的，来试试看，这样子会比较好。会比较没有那个。对，因为可能你的那个坐骨的这个宽度，其实需要稍微宽一点的坐垫，好，这个它才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撑。所以说骨盆比较开嘛。应该是说它的角度比较大一点点。对。哦。对。就是那个。对，就是其实你的那个耻骨下角跟下面那个坐骨结节是比较宽的。对。好，所以就第一个我们要测试说你适合窄的还是比较宽的。好 ，OK， 好，所以这个你坐上去感觉比较平均嘛，比那个平均一点。对。就是没有特定的一个点或2个区域。对。好 ，OK， 好，然后再请你再下来。好。那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换不一样椅子的时候啊，你要稍微确定一下它的坐垫的高度是要差不多的，好，才不会避免说，它的坐高可能会不一样。好，我们现在再换下一张。好，那现在知道你可能比较适合比较宽的坐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宽一点，但是不同形态的哈，然后我们找这个好了，这个是 Specialized Power Arc 这个，哦，它也是155宽的，试试看。啊，好，这张也是比较宽的，来试试看。那现在这种短板的椅子，就是市场上算是比较主流的椅子，好，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争取到比较往前的位置，这样，好，但是往前是不是好，其实不一定哦，其实要看每个人的需求哈，然后跟你大腿的长度，对，舒服，所以这一张也是舒服。哦，对，所以很明显就是你可能稍微宽一点的，会比较好。但是它这个。比较长度有点短，那我就给你往后坐一点。对。我手臂的比较直，大概是稍微弯一点。哦，因为前后其实因为它比较短，其实它这个距离会有一点改变。对。好，所以它这个155宽度比较宽的，你也是比较还是觉得 OK 嘛，对不对？好 ，OK， 好，然后请你再下来。好，那一样是155宽度哈，但是我们的那个还是有一些选择哦，好，就是看这个，虽然是这2张都是155的宽度，好，但是它的侧面的形状也会不太一样，好，那这个也可以测试一下哈，就是我们先找到它适合的，比如说是宽版的，我们再来找适合的形状，好，这个是其实有点像马鞍形，然后这个是比较平的。好，通常比较平的，它会让你的骨盆的稳定性会好一点点。好，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对，好，确认一下高度是不是差不多哈？每张椅子做工会不太一样。然后这张椅子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前端是比较软，它虽然没有开孔，但是它前端是比较软的。所以这张椅子其实适合，就是会觉得前端。哦，就是我们讲说，如果你的前面那个倒角它是比较低的，比较容易压迫到软组织的，坐这张会比较舒服。对，好，来我们再。哇，这张更舒服，但是它会有一点点，我觉得应该稍微后面一点点。对。它会有那个骨盆往
前倾的时候，前面中间那个右边吧，可能我觉得我有点长短脚。OK。就下面那个点有点压到，刚才这段比较多，但是也是可以，这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对。但是它会有点压迫，也是有，那个是比较没有压迫。好。好，所以刚刚那一张 Power Arc 跟这张 Power Mimic 其实你都可以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可以去做不一样的比较，这样子，对。好，我觉得你的屁股在这张上面啊，就相对来讲，它比较稍微会稳定一点点，好。但是有时候它虽然比较稳定，但是会，你可能会，比如说你可能右边，哦，你说或许会有一点长短脚，那个其实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把它修正回来。对，好 ，OK， 你先下来，对，我们再换一张哈，再测试一下。对，好，那一样短板哈，我们现在故意把它换成比较窄的，再来试试看。好，就是验证一下，好，这个一模一样的椅子哦，但是我们又把它换窄，好，试试看说是不是真的。比较窄，做起来更压迫。就我们验证一下，在同款的椅子上再验证一下它的宽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非常的确定，就是你的需要的宽度。我觉得这个有比刚才那个好一点。如果排名的话，就是132。OK， 所以你这一张又比刚刚那一张好嘛，对不对？所以它这边可能又对你来讲，可能又略宽了一点点，所以你右脚会压迫到。对。那其实这一张虽然是155，对不对？但是它这边因为有一个斜角下来，所以它其实它真正你这边它其实是没有这么宽的。对对对。这让你舒服了，我觉得要再比较一次。对。就是它的舒适度也很好，感觉是一个平面吧，我觉得。对，就是你觉得压力越分散的，其实是越好的。对，它就是舒服。然后它是比较长嘛，所以它不会像。好 ，OK， 没关系，先下来。对，对，好，我们再换回这一张比较看看，就大概就可以大概抓出来你比较需要的坐垫的宽度，可能不能太窄，但是也不能太宽。然后找好椅子之后在设定的时候，就可以再去调它的那个倾斜的角度，这样子。好，来再试试看。第3张比起来的话，对，这一张它的右边的，就是点会比较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但是跟刚才那张比起来，刚才那张是完全没有。跟这张比起来，刚才第3张，现在是第1张嘛？对对对。对，就是第1张的右边。我现在很仔细的感觉，就是它右边的下面这边有一个点是压到，左边比较没有。OK。大概第3张是。它是几乎没有。好。就是当我往下，所以其实你应该可以做到143左右的，这个大概只有130。对啊，然后这个143，143这个155，这个143，所以你大概做到143的应该就可以了。对。然后你觉得它这个有弧面的比较好做，还是平面的？
刚才那张，我就刚才那张比较。OK。第3张比较。第3张。对，第1张这个，当我觉得我踩到下面下支点的时候，好，那个压迫就会出来。好，OK。没有感，但是下去的时候会有感。好 ，OK， 好，那你就下来。我们最后就应该决定就是用那个143这张的宽度，可能对你来讲是它的宽度跟形状对你来讲应该是最适合的。就是下支点也不会有那个刚才那张就是拉的感觉。OK。对，所以我们快速的测试一下，其实就是你这张对你来讲，这个宽度对你也比较适合，形状对你也比较适合。那你找到一张比较好的椅子的适合你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第一个它可以让你稳稳的坐住，屁股不会晃来晃去，好，而且就是说，好，你试试看抓下巴，好，抓下巴，好，前倾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还可以，还可以嘛，对不对？好，一个好的椅子要让你有足够的支撑，而且可以要让你的骨盆稍微的前倾，好，它就是一个适合你的椅子。对，好，然后再抓回这个把位，对，垫把的位置。它好像没电，要换电池。哦，好，没关系。好，然后再抓平把的把位，好，各个把位试试看，是不是都 OK？ 对，那就是它了。好，好，所以我们今天快速测试一下，其实你就是适合这个143左右，对，短板的椅子对你来讲也是还蛮 OK 的，对，好。好，那当然就是你也可以去找143左右，其实现在有很多短板的啦，对，好，你可以去看它找类似形状的，好，应该是不会差太远，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好 ，OK。像我帮 Specialized 打广告的情。好，我们看哈，这2张都是155的坐垫，好，但是呢，我们确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差不多做155的坐垫的时候，其实它还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就是它在这个7公分宽度的时候，这边它其实是比较平的 ，OK， 然后这一张它其实是有一个斜角，有一个马鞍形的，好，那有些人他做这种会比较舒服，那有些人会做这个比较舒服。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做这种平面的，对骨盆它的稳定性的效果会比较好。好，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说，其实有斜角的，它这边其实又会比这边稍微会窄一点点。好，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形状，所以它会稍微会略窄一点点。好，所以就是一样155的话，我们还有不一样的这个7公分宽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形状，我们也可以来测试一下这样子。对。